你是否感觉生活总是在原地踏步，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实现突破？也许问题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说了什么。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简单却强大的方法，帮助你从根本上改变生活轨迹。看完这个视频，你将掌握重塑现实的秘密武器，打开通往理想生活的大门。如果你准备好迎接这场改变人生的冒险，请在评论区写下我准备重新编写我的故事。现在让我们开始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吧。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够像魔法师一样，仅仅通过改变你说话的方式就能改变你的生活。听起来不可思议，事实上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主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习惯，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看似无害的日常叙述可能正在悄悄阻碍你的进步？我们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模式，不断重复自己的问题、挫折和失望。我们向朋友抱怨工作压力，在社交媒体上发泄情感，甚至在脑海中不停地回放负面经历。这种行为看似无害，实际上却像是给自己下了一个魔咒，将我们牢牢地固定在当前的处境中，阻止我们看到和抓住改变的机会。每次你说我永远也攒不到钱，或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你都在强化这些限制性信念。你的大脑会忠实地执行你的指令，寻找证据来支持这些想法。结果就是，你真的开始经历更多的财务困难或感情挫折。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预言，而且它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它不仅影响你的心理状态，还会实际改变你的行为和决策，最终导致你所担心的情况真的发生。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只需改变你描述生活的方式，你就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开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全新世界，你会相信吗？这不是什么神奇的思维技巧或空洞的积极心理学，而是基于坚实的神经科学基础的实践方法。我们的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这是神经科学近年来的重大发现之一。每当你重复一个想法或行为时，你就在加强相应的神经通路。这就像在丛林中开辟一条小径，越是频繁使用，这条路就越宽阔，越容易通行。当你不断谈论生活中的问题时，你实际上是在训练大脑成为发现问题的专家，而忽视了周围的机会和解决方案。但好消息是，你可以重新训练你的大脑。通过有意识地改变你的语言，你可以开始创造新的神经通路，这些通路专注于可能性、成长和积极的结果。这不仅仅是积极思考，而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换，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你与世界互动的方式。那么，具体该如何开始这种转变呢？第一步是提高自我意识，开始注意你在日常对话中使用的语言。你是否经常使用“我不能”“这太难了”或“我从来不这样”的短语？这些看似无害的表达，实际上可能正在限制你的潜力，创造一个自我限制的现实。接下来，开始有意识地重塑你的叙述。不要说我讨厌我的工作，试着说我正在探索新的职业机会，让我能充分发挥我的才能，而不是抱怨我永远也瘦不下来。不如说我正在学习如何更好地照顾我的身体，让自己充满活力。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文字游戏，它实际上在重新编程你的大脑，让你更容易注意到积极的机会和解决方案。这种转变一开始可能感觉有点不自然，甚至有点虚伪。但请记住，你不是在欺骗自己或否认现实。
你是在积极地重新定义你的经历，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方案和可能性上，而不是问题上。这是一种强大的认知重构技术，可以帮助你打破负面思维的循环，开启新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说话方式会变得越来越自然。你会发现自己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采取不同的行动。你可能会注意到以前忽视的机会，或者发现自己有勇气尝试新事物。这就是语言的力量，它不仅描述我们的现实，还能创造我们的现实。但要注意，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你可能会遇到阻力，无论是来自你自己的习惯性思维，还是来自周围的人。有些人可能会对你新的交流方式感到不适应，甚至试图将你拉回到旧的抱怨模式中。保持坚定，记住，你正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现实，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同情至关重要。当你发现自己滑回旧习惯时，不要自责。相反，温和地提醒自己你的目标，然后重新调整方向。每一次重新定向都是一次胜利，是重塑大脑的一个步骤。将这个过程视为一种练习，就像学习一项新技能一样。你不会期望一夜之间就精通一门新语言，同样，改变你的思维和说话方式也需要时间和练习。为了加强这个新习惯，考虑创建一些物理提醒。也许是一个特别的手环，每次看到它时都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语言。或者在手机上设置定期提醒，提示你检查自己的思维模式。这些小小的提醒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帮助你保持警惕，不断强化新的思维方式。随着你继续这种做法，你可能会开始注意到一些微妙但意义重大的变化。也许你会发现自己在压力情况下更加冷静，或者更容易看到困难情况中的积极面。你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积极、有支持性的人进入你的生活。这些小小的变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最终导致你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这种转变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当你改变自己的叙述时，你也在影响周围的人。你的积极态度可能会激励他人，你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会鼓舞你的同事。你可能会成为他人改变的催化剂，在不知不觉中为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做出贡献。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开始专注于可能性而不是问题，我们的集体现实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就是语言的真正力量，它不仅可以改变个人的生活，还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常见的障碍，比如，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方法太简单，难以相信它真的能产生重大影响。或者，你可能会担心关注积极面会让你忽视真实的问题。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忧，但重要的是要理解，改变你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忽视现实或逃避问题。相反，它是关于重新框定你的视角，让你能够以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应对挑战。另一个常见的障碍是来自他人的反应。当你开始改变你的说话方式时，你周围的人可能会感到困惑或不适。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你的旧模式，并可能无意识地抵制你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耐心和坚持很重要。记住，你正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现实，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注意到你的积极变化，并可能受到启发，跟随你的脚步。
在实践这种新方法时，重要的是要保持平衡和真实。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否认生活中的困难或假装一切都很完美。相反，这是关于以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框定你的经历。当面临真正的挑战时，承认它们的存在，但同时也要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成长机会。例如，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不要说我的生活完蛋了，而是尝试说这是一个重新评估我的职业道路并可能发现新机会的机会。这种方式既承认了当前的困难，又为未来打开了可能性的大门。在这个过程中，可视化技术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每天花几分钟闭上眼睛，生动地想象你理想中的生活，感受与生活在那种状态下相关的情感，然后开始用描述那个理想现实的语言来说话。这种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结合在创造持久变化方面具有强大的力量。记录你的进步也很重要。每天花几分钟写下你注意到的变化，无论多么小。也许你今天更容易看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你在一个通常会让你沮丧的情况下保持了冷静。这些小胜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为你提供动力和证据，证明这种方法确实在起作用。随着你继续这种做法，你可能会发现它开始影响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和谐，因为你学会了以更积极的方式沟通。你的工作表现可能会提升，因为你开始看到以前忽视的机会。你的健康状况甚至可能改善，因为积极的心态已被证明可以增强免疫系统，降低压力水平。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改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会有起起落落的日子，这完全正常。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即使在感觉困难的时候。每一次你选择使用更有力量的语言，你都在强化那些新的神经通路，使它们变得更加自然和自动。最终，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关于改变你的语言，它是关于改变你看待世界和自己的方式。它是关于认识到你有能力塑造你的现实，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它。它是关于从生活的旁观者变成创造者。所以，从今天开始，挑战自己，重新编写你的故事。不要再成为生活的旁观者，而要成为自己现实的创造者。每次你开口说话时，都要记住你正在塑造你的未来。选择充满力量、可能性和希望的词语。你的新故事会是什么样的？也许是一个充满冒险、成长和无限可能的故事。也许是一个关于克服困难、实现梦想的故事。无论是什么，记住，你有能力创造它。你的语言就是你的魔杖，用它来召唤你想要的生活。现在轮到你了，接受这个挑战，开始重新编写你的故事。观察接下来的几周里会发生什么变化。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仅仅通过改变你说话的方式，你就能彻底改变你的生活轨迹。记住，每一个伟大的故事都始于一个决定。今天就做出那个决定吧。停止仅仅叙述你的生活，开始创造你梦想中的生活。你的新篇章正等着你去书写。准备好了吗？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或不自然，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这完全正常。任何形式的改变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适，但正是在这种不适中，真正的成长和转变才会发生。把它看作是你
正在拓展你的舒适区，扩大你的可能性的范围。在实践这种新方法时，重要的是要保持耐心和同情心。改变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说话模式需要时间。你可能会有倒退的时候，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旧的抱怨模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不要责备自己，相反，温和地提醒自己你的目标，然后重新开始。每一次你注意到并纠正这种模式，你都在加强你的新习惯。考虑将这个过程与其他个人成长实践结合起来，如冥想或正念练习。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你增强自我意识，使你更容易注意到你的思维和语言模式。它们还可以帮助你培养一种平静和专注的心态，使你更容易选择有力量的语言。随着你继续这个过程，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开始以全新的方式看待挑战和困难，不再将它们视为障碍，你开始将它们视为成长和学习的机会。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可以彻底改变你应对生活中各种情况的方式。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不是说这太难了，我做不到，你可能会开始说这是一个提升我技能的机会。这种微小的语言变化可以激发你的创造力，让你更有可能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在人际关系中，这种方法同样强大。如果你遇到冲突，不要陷入指责或抱怨的模式，试着说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找到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解决方案。这种积极的表达方式可以改变对话的整个基调，使得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有弹性和适应力。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不再让你感到沮丧或无助，而是成为你成长和学习的机会。你开始欣赏生活的复杂性，并在每一个挑战中看到潜在的礼物。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也会影响你对未来的看法。不再被过去的失败所困扰，你开始专注于你想要创造的未来。你的目标变得更加宏大，因为你不再被自我限制的信念所束缚。你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吸引到了不同类型的人和机会。当你开始用更积极、更有力量的方式表达自己时，你会发现周围的人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你。你可能会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也在努力创造积极的改变。这些新的关系可能会为你打开意想不到的大门。同时，你也可能会发现有些旧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人可能会对你的新态度感到不适应，甚至可能试图将你拉回到旧的模式中。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挑战。重要的是要记住，你正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现实，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估变得越来越重要。定期花时间思考你的进步，注意到那些微小但重要的变化。也许你发现自己更容易保持积极的心态，或者你开始在工作中承担更多的挑战。这些都是你正在重新编写自己故事的证据。同时，要记住保持平衡和真实。改变你的语言，并不意味着你要否认现实中的困难或挑战。相反，它是关于以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框定这些挑战。承认困难的存在，但同时也要强调你有能力克服它们。例如，如果你正面临财务困难，不要说我永远也无法摆脱债务，
而是说我正在学习更好地管理我的财务，并探索增加收入的方法。这种表达方式既承认了当前的挑战，又为未来的改善留下了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耐心和持续性是关键。改变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语言模式需要时间。你可能会有倒退的日子，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旧的抱怨模式，这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要温和地对待自己，并将这些时刻视为进一步学习和成长的机会。随着你继续这种做法，你可能会发现它开始影响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的工作表现可能会提升，因为你开始以更积极的方式看待挑战。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和谐，因为你学会了以更建设性的方式沟通。你的健康状况甚至可能改善，因为积极的心态已被证明可以增强免疫系统，降低压力水平。最终，这个过程是关于重新掌控你的生活。通过改变你的语言，你实际上是在重新编程你的大脑，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你不再是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了自己故事的积极创造者。所以，从今天开始，挑战自己使用更有力量的语言。每次你说话时，都要问自己，这种表达方式是在限制我，还是在赋予我力量？选择那些能够开启可能性、激发行动、培养希望的词语。记住，你的语言就是你的魔杖，用它来召唤你想要的生活。你的新故事正等待着被书写，而笔就在你手中。准备好开始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了吗？那就从现在开始，重新编写你的故事，创造一个充满可能性和奇迹的人生。